欢迎来到我们的汽车简报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木子。今天我们先来看看雪铁龙最新推出的 EC3， 这款车不仅价格低廉，而且驾驶起来非常愉快，适合那些预算有限但又想体验电动汽车的人群。接着，我们关注一下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县发布的洪水警报，提醒大家尽快采取行动，避免在水中驾驶。最后，我们要介绍的是即将上市的2024款雪佛兰 Equinox EV， 这款电动紧凑型 SUV 以其超过500公里的续航里程和实惠的价格，成为市场上的一大亮点。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Telegraph， 小型车的衰退已经被广泛报道。安全和环境法规日益严格，加上电池技术的开发和安装成本，曾经为许多年轻和老年司机、低收入人群和农村居民提供个体出行的生命线的小型车似乎难以为继。然而，雪铁龙 EC3 的出现为小型车的生存带来了新的希望。这款售价不到22000英镑的全电动 B 级掀背车在欧洲设计和制造 ，WLTP 续航里程为199英里。100千瓦 DC 充电能力可以在26分钟内完成20%至80%的充电。尽管它并不是最小的小型车，但其4015毫米的长度提供了宽敞的内部空间。采用了更便宜且更耐用的磷酸铁锂电池 LFP， 使其在欧洲制造成为可能。雪铁龙采用了一种新的智能车平台，包含30%更少的零部件，成本更低，符合舒适、大胆和可持续的目标。尽管价格相对较高，但在法国的电动车补贴政策下，价格优势明显。驾驶体验上 ，EC3 的内饰现代，空间设计合理，悬挂系统提供了柔和的驾驶体验，尽管转弯时略显模糊，但整体舒适性和简洁性令人满意。Yahoo US， 国家气象局在周四上午11点02分发布了洪水预警，预计北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县将因过量降雨导致城市和小溪洪水，预警有效期至下午2点。国家气象局警告，低洼和排水不良地区可能发生轻微洪水，道路上可能积水，提醒司机不要在遇到积水的道路上行驶，因为大多数洪水死亡事件都发生在车辆中。居民和露营者应立即采取行动，前往高地，遵循疏散指示，离开时锁好房屋，并断开电器和电源，避免进入有电的水中，也不要在洪水中行走，因为即使是6英寸的流动水也可能将人冲倒。在行车时，开启车灯，在中间车道行驶，避免水坑，并保持与大车的距离。遇到积水道路时，应掉头返回。水滑现象是指车辆在湿滑道路上失去控制，驾驶员应减速行驶，避免急刹车，并在失控时顺着滑动方向转动方向盘，以重新获得控制。The Globe and Mail， 2024款雪佛兰 Equinox EV 是市场上最便宜的电动紧凑型 SUV 之一，起售价为48199加元。不含运费和预交付检查费，其500公里以上的电动续航里程在同价位电动车中具有很大优势。与其燃油版 Equinox 不同，这款车是从头开始设计和开发的电动车，提供2种配置 LT 和 RS， 分别有前轮驱动和全轮驱动版本。其核心是 GM 的 Ultium 电池组，前轮驱动版的续航里程为513公里，全轮驱动版为459公里。驾驶体验上，全轮驱动版的加速和操控性更好，前轮驱动版在长时间驾驶后反应相对迟缓。两款车型都具备单踏板驾驶功能和 GM 的 Super Cruise 免持驾驶辅助系统，后者在北美的数十万条兼容道路上可以实现免持驾驶。尽管缺乏无线充电器和 Apple CarPlay 等技术，但 Google 内置系统和 Amazon Alexa 的结合使用效果良好。2024款雪佛兰 Equinox EV 将在加拿大经销商处很快上市，其长续航和合理价格使其在紧凑型 SUV 市场中具有竞争力。CNN 报道，埃隆·马斯克一直在积累与其财富相匹配的政治资本。在过去1年中，他公开表达对全球冲突的看法，拜访了多位世界领导人和美国参议员，讨论人工智能和太空卫星技术，并在中国与高级官员会面。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马斯克正在探索成为唐纳德·特朗普的顾问的可能性。马斯克通过手机直接联系了特朗普，探讨在2024年大选获胜后可能担任的角色。这一职位可能会扩展他在特朗普前任政府中的角色。当时他曾在2个商业顾问委员会中任职，但由于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议而辞职。马斯克与特朗普关系的改善，反映了他政治立场的右倾化。他反对新冠疫情封锁，拥抱反疫苗理念，并在他收购的社交平台 X 上提升保守派言论，还推动了关于移民的种族主义阴谋论。
马斯克的这些举动表明，他正在寻求在全球舞台上获得更多影响力。电讯报报道，电动汽车的价格将在今年进一步下降，因为制造商们为了提高销售额而加大了折扣力度。AutoTrader 的首席执行官内森·科伊表示，折扣力度正在逐月增加，并预计这种趋势将继续。他指出，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的需求并不如传统汽油车那样高，因此制造商们不得不通过更大的折扣来吸引买家。今年4月，电动汽车在 AutoTrader 平台上的平均折扣达到了创纪录的 10.6%。政府在今年1月引入了零排放车辆 SAIL 任务，要求至少 22% 的汽车销售必须是电动汽车，这促使一些制造商积极降价以达到销售目标。尽管如此，电动汽车的高价格仍然是消费者采纳的最大障碍。报告显示，新车市场上只有9款电动汽车售价低于35000英镑，而汽油或柴油车则有76款。随着电动汽车销售的放缓，制造商们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折扣力度，以满足销售目标。华盛顿邮报报道，数字化时代的选举数据使得阴谋论者可以轻松地挑选数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2020年大选后， Douglas Frank 因其关于选举舞弊的数学分析在特朗普世界中成名。然而，他的分析并不严谨，只是使用几个县的数据来推测其他县的数据，并声称这些准确性证明了某种操纵过程。实际上，选举系统中已有的检查措施，如选民注册，已经有效地防止了大规模舞弊的发生。埃隆·马斯克最近也开始关注选举舞弊问题，并计划通过数据分析来确保选票的公平技术。然而，历史上类似的尝试，如特朗普在2016年成立的总统委员会，都未能找到大规模舞弊的证据。马斯克的计划可能更多是基于他对政治的独特视角，而不是实际存在的问题。多伦多星报报道，周4早上，多伦多警方接到报警称，在士嘉堡的雪柏大道和金斯顿路交界处发生了一起摩托车与车辆的碰撞事故。警方称，摩托车手受了重伤，但没有生命危险。事故发生后，摩托车手被迅速送往医院，而另一辆涉事车辆仍留在现场。为了处理事故，警方暂时关闭了该路口的所有东西向车道，并提醒市民预计会有交通延误。CNN 报道，前综合医院演员约翰尼·瓦克特在洛杉矶的车子被盗窃催化转化器时遭遇枪击身亡。尽管这种事件罕见，但催化转化器的盗窃在美国却屡见不鲜。2022年，美国共发生了27609起催化转化器盗窃案，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催化转化器的核心是铂、钯和铑等贵金属，这些金属可用于清洁汽车尾气，但也因此成为盗贼的目标。尽管近年来盗窃案有所减少，但联邦立法正在考虑要求催化转化器标记识别号码，以便追踪和打击这种犯罪行为。被盗催化转化器不仅会导致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车主带来高昂的更换费用。华盛顿邮报报道，本周在 Instagram 和其他社交平台上疯传的一张虚假图像，揭示了人工智能在政治宣传中的新用途。图片展示了无数排难民帐篷，背景是雪山，帐篷上拼出所有目光聚焦拉法的字样。尽管这张图像并不真实，但其目的是引起人们对拉法的关注。该图像被分享了超过4500万次，成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斯坦福互联网观察所的研究经理雷尼·迪雷斯塔指出，这种图像提供了一种不需要展示真实、血腥场面的方式来引起关注。尽管一些人批评这种做法为懒惰的激进主义，但它仍可能激发更多人关注冲突，并进一步了解真相。Meta 公司对此图像未采取任何行动，显示出其 AI 政策的漏洞。美联社报道，缅因州谢里夫反驳了关于其警员在回应大规模枪击事件时喝酒的指控。坎伯兰县谢里夫凯文·乔伊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全心全意否认波特兰警察在事后报告中提到的指控，称这些警员在接到刘易斯顿警方求助前一直在执勤或刚参加完培训。乔伊斯表示，面对州历史上最致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来自全州的警员纷纷赶往现场，而在黑暗中，坎伯兰县的一辆战术车几乎撞上了一辆波特兰的车辆。乔伊斯强调，他对这些没有根据的指控感到遗憾，并坚信他的成员在当天以清醒和专业的态度回应了这次大规模伤亡事件。美联社报道，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上周有所增加，但裁员仍然处于历史低位。劳工部报告称，截至5月25日的一周内，失业救济申请人数增加了3000人，达到21万9千人。
4周平均申请人数也略有上升，达到222500人。尽管如此，自2020年春季新冠疫情重创美国以来，失业救济申请人数一直保持在历史低位。联邦储备委员会自2022年3月以来，以11次提高基准借贷利率，以抑制40年来的高通胀。尽管经济学家普遍预期快速加息会引发衰退，但由于消费者需求强劲和就业市场坚韧，衰退尚未发生。4月份，美国雇主新增了175000个就业岗位，是6个月来最少的，失业率小幅上升至 3.9%。尽管裁员仍然较少，但科技和媒体领域的公司最近宣布了更多的裁员计划，包括谷歌母公司 Alphabet、苹果和 eBay 等。南华早报报道，欧盟针对中国补贴和工业过剩的措施可能使其与美国的对抗立场更加一致。虽然欧盟的行动更多是为了应对其在出口和国内销售市场份额的流失，但美国最近宣布对一系列中国商品提高关税，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局势。美国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和锂离子电池的关税提高到 100%， 这将增加制造商的成本，并对可再生能源部门产生负面影响，限制竞争，减少选择，并推高绿色商品的价格。美国的这些措施表明其正回归与中国脱钩的策略，这种策略显示出两党在对华立场上的共识。欧盟则试图通过经济安全工具箱来应对中国的贸易实践和潜在影响。尽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强调欧盟的策略与美国不同，但这种差异能否维持，取决于欧盟能否成功减缓中国绿色科技产品的出口。随着中欧关系的紧张，未来可能会出现新的贸易战，甚至包括货币战。Telegraph 在一个不显眼的工业园区外，3名坐在轮椅上的男子正在修理一辆车。这是由前坦克指挥官詹姆斯·卡梅伦创立的慈善机构任务赛车运动，旨在通过赛车运动帮助因伤退役的军人重新找回生活。这些活动不仅为退役军人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还帮助他们重新培训和康复。如今，任务赛车运动已经发展壮大，拥有培训中心和车间，退役军人可以来这里学习新技能，维护汽车，甚至只是聊聊天。像多姆·皮尔森这样的退役军人，通过参与这些活动，逐渐找回了自信和自尊。慈善机构还与eBay合作，修复了一辆被报废的斯巴鲁汽车，并计划将其改装成符合 FIA 标准的赛车，以便在纪念赛中让轮椅使用者参与驾驶。这不仅帮助了退役军人重建生活，也展示了慈善机构的强大影响力。美联社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较低的股价实际上对投资者有利。以芯片公司英伟达为例，其股价因人工智能技术的热潮而飙升至$1000以上。公司最近宣布进行股票拆分，每位投资者将获得额外的9股股票。虽然这会使股价下跌约 90%， 但每位投资者持有的总投资金额不变。英伟达表示，此举是为了让其股票对员工和其他投资者更加负担得起。历史数据显示，股票拆分后，股价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通常会有 25% 的回报率，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然而，股票拆分并不保证股价会随之上涨。特斯拉在宣布3股拆分后的1年内，股价下跌了近 12%。尽管如此，股票拆分仍然是公司帮助股东的一种更简单的方式，而不是在股价高起时回购股票。美联社、贝鲁特、黎巴嫩的政治阶层、燃料公司和私人电力供应商阻止了卡塔尔建造3座可再生能源电厂的提议，以缓解该国长期的电力危机。自2019年10月黎巴嫩经济崩溃以来，电力危机愈发严重，许多人依赖昂贵的私人发电机，导致污染水平上升。尽管许多人在家中安装了太阳能系统，但由于成本和空间问题，使用有限。2023年，卡塔尔提出建造3座总容量为450兆瓦的电厂，占黎巴嫩需求的 25%， 但未得到黎巴嫩的回应。黎巴嫩的能源部长回应称，卡塔尔只提议建造一座100兆瓦的电厂，并不是赠送。黎巴嫩的政治阶层因腐败和管理不善而被广泛指责为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尽管电力公司每年给国家带来巨额亏损，但政府仍未实施任何改革。卡塔尔的提议被称为点亮黎巴嫩的机会，但由于政治争斗和利益冲突，进展受阻。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6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6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6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6dobrief.com。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